男人不幸被车撞飞，回过神时却变成。此时一群不灵凶正在努力地拔出他，显然荒野上的这把剑让他们很好奇，这顿时让男主有些不能忍，怒火让他无师自通的飞起，瞬间就击杀了拔萝卜的那只哥布林。还想反抗，可无奈男主却实在太过敏捷，锋利的剑刃就像切豆腐一样，他们连一招也撑不住。而在击杀了所有的哥布林后，突然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男主获得了6个技能，并且魔石值为3。熟悉的数值引起了男主的注意，因为他在击杀哥布林时总共发光了3次，并且当时的打击感像是10块。想到这里，男主决定开始实验，对着尸体就是一顿乱戳，直到切碎了一个硬块，剑体便再次发光了。他又多了2个新技能。一番尝试后，男主得出了结论：每个怪物体内都具有魔石，击碎不仅可以获得对方的特有技能，并且魔石值还会上升。关于后者，他目前还没有头绪，可能只有魔石值达到100才会体现。为了报答不灵凶的点拨，男主用刚得到的挖洞技能以作祭奠。对于变成剑，他并没有感到不满，相反，他要成为最强的剑。第2天，男主就展开了行动。他其实开局有初始技能，也是最初让他可以飞起来的念动术，不过目前只可以飞行3分钟。下方的水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战斗，5级的水母不是2级的哥布林能比的。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被缠绕，蓝量也随着时间被吸收，但缠绕什么不好，却缠住锋利的他，这无异于作茧自缚。很快，男主就获得了2个技能，分别是魔力吸收和漂浮。有些惊喜的是，漂浮和他的念动刚好可以形成组合，这让他的飞行时间瞬间延长了5倍。在效率提升的同时，他的魔石值也终于达到了100。恭喜男主获得10点自我进化点数，可以选择让某项能力值上升，每5点可以提升1次。男主加在了攻击力和蓝量上，变强让他有种奇妙的满足感。之后他再次把主意打到了哥布林上，繁杂的种类也意味着会有5花8门的技能，毕竟哥布林里战士和法师什么都有。一晃又是几日过去，他的对手已然升级成了巨龙，越强大的魔兽所得到的魔石值也会更多，所以他在逐步挑战更强的存在。根据这段时间的猎杀，他已经知道了这片区域的强度划分，以他转生时的台座为中心，越往边缘的魔兽则越强。而他现在要挑战的就是难度最大的区域，南边的 BOSS 史莱姆王，这是他所遇到的第1个强敌。现在他已经不用靠乱戳就能找到魔石的位置，通过鉴定眼疾可以得到答案。一番苦战后，男主的剑体也被腐蚀的不成熊样，但幸好史莱姆的死亡给了他瞬间再生的技能。就这样，男主逐渐变强，他开始逐步挑战5号区域的怪物，东边的变色青龙，南边的山寨玄武，西边的秃顶白虎，直到所有的区域清理完毕，男主来到了区域5之外。可令他有些奇怪的是，转了半天却连一个魔兽也没有。正当他考虑休息一下时，没想到下一秒就拔不出来了。他的魔力不仅被这片土地所吸收，并且还无法自动恢复。逐渐，男主也放弃了挣扎，看来得需要有人将他拔走才行。他的要求不高，只要是个美少女就行，届时他愿意认对方做主人。然而10天后，只要是个人就行；1个月后，就算是哥布林也行。可任凭他如何降低要求，这里却始终充满平静与祥和。而在经历了不知多少个风吹雨打后，终于此地也来了客人。一个魔兽正在追踪一辆马车，魔兽正是强悍的双头熊，马车的速度要略逊一筹。顷刻间，里面的人就被摔得人仰马翻，脖子上的项圈彰显了奴隶的身份。至于胡须男和光头，则是奴隶主。为了争取逃亡时间，他们下令让奴隶原地待命，项圈可以控制其身体的行动。可就在光头准备逃走时，却不巧被先飞的奴隶波及，随后更是被熊大一掌领盒饭。在光头死后，原地待命的指令也得以解开，转瞬间奴隶就开始四散奔逃。不过其中却有一个例外，猫耳少女拿起她的木棍就向魔兽挥去，当然这对熊大来说却像是挠痒痒，随手一击就将蝼蚁给拍飞。而少女如此倔强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她一路上都在被奴隶主虐待，每当她想反抗时，却又会被脖子上的项圈遏制，反而遭受更强烈的践踏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行动的机会，她不想再坐以待毙。而就在这时，身旁的一把剑吸引了她的注意。由于情况过于危急，男主让少女尽快将它拔出，这样就可以抓住未来。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猫耳少女成功做到了。与此同时，接连不断的提示音响起，基础能力值上升，剑术等级上升，剑技等级上升，火魔法真挚化境等等。一瞬间，少女就拥有了和男主同样的技能，仿佛经历过无数次演练一样。少女发现自己好像变成了打倒无数魔兽的剑士，而另一边的熊大可就惨了，他完全成了对方的磨刀石。在最后一击致命后，这时幸免于难的胡须男走了出来，没想到少女竟然能击败双头熊，看来是因为这把剑的缘故。说着便命令少女交出来，他不怕对方反抗，只要项圈和契约书还在的一天，那么少女就永远是他的阶下囚。但话还没说完，胡须男便一命呜呼了。这是男主使用的魔法，在一并将契约书烧毁后，困扰少女多年的颈椎病也终于解开。男主则顺势提出了他的想法，他想让对方做自己的主人。少女虽然有些不敢相信，但她同样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。她想让自己进化。自古以来，黑猫族都是低人一等的存在，她的父母更是惨遭迫害，所以她迫切需要力量。就这样，两人一拍即合。听到男主没有名字后，少女决定给他起个名字。師匠。は、師匠？なんで？私を鍛えて強くしてくれるって言った。だから師匠。名前が師匠に設定されました。嘘！師匠で決定？マジ？